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综艺玩梗反被坑赴山海，预告背后的流量陷阱。最近赴山海剧组在《你好星期六》的预告片段，原本是想借综艺东风造势。结果却因为李凯欣的辱华录音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。作为一个在娱乐圈跑了5年的老娱记，我看着这出戏从预热到翻车，心里真是感慨万千。先说说这档综艺的宣传策略，现在的影视剧组都爱往综艺里扎堆，像你好星期六这种国民度高的平台，确实能快速打开知名度。诚意在节目里又是跳拉丁舞，又是扭秧歌，还原10年前微博的样子，确实挺有看点。我记得去年某部剧的主演在综艺里玩游戏，把角色台词改成搞笑版，结果第2天剧集搜索量直接翻倍。这种综艺加影视的联动，说白了就是用娱乐化的方式降低观众的观看门槛。不过这次赴山海的操作有点弄巧成拙。原本预告里诚意的喜剧效果挺吸睛的，结果李凯欣的负面新闻一发酵，芒果台赶紧删除相关内容，评论区也关了。这让我想起之前某部剧，主演在综艺里表现得特别圈粉，结果剧还没播就爆出恋情，直接把热度反噬了。娱乐圈的宣传真是步步惊心，一个环节出问题，整个计划都得崩盘。从行业角度来看，剧综联动已经成了标配。像莲花楼就是靠诚意在综艺里的端水大师人设，成功吸引了不少观众。但这种模式也有风险，一旦演员出问题，综艺的热度反而会放大负面效应。就拿李凯欣来说，他的戏份原本占比挺高，现在剧组要么 AI 换脸，要么重拍，成本肯定不少。这也暴露了影视行业重流量轻品德的弊端，选角的时候只看数据，不看人品，最后倒霉的还是制作方和观众。话说回来，观众对这种宣传方式其实挺矛盾的。一方面，大家喜欢看演员在综艺里展现真实的一面，另一方面，又担心过度娱乐化会影响剧集的质量。就像赴山海，原本宣传的是诚意的一人分饰3角，结果观众现在更关注李凯欣的戏份怎么处理。这种注意力的转移，对剧组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再聊聊诚意，他这次在综艺里的表现确实挺拼的，又是扭屁股又是嘟嘟嘴，完全不顾形象。这种反差感其实挺圈粉的，毕竟现在观众看多了端着的明星，更喜欢真实接地气的艺人。不过，作为一个1线演员，诚意也得小心，别让综艺形象掩盖了他的演技。我记得他在《琉璃》里的哭戏特别打动人，要是因为综艺里的搞笑片段被定型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从事件本身来看，李凯欣的辱华录音事件其实反映了娱乐圈的一个深层问题：外籍艺人的管理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艺人来内地发展，他们在享受高片酬的同时，却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尊重。像李凯欣之前用 Lunar New Year 替代 Chinese New Year， 就已经让不少网友不满，这次的录音更是彻底激怒了大众。官媒的态度很明确，触碰民族尊严底线，绝不容忍。这也给其他艺人提了个醒，在商言商没错，但别把观众当傻子。最后，我想说说自己的看法。赴山海剧组这次的好6预告，原本是个不错的宣传机会，结果被负面事件拖累，实在可惜。这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，在追求流量的同时，别忘了底线。演员的品德、剧集的质量，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。如果赴山海最终能通过技术手段重生，希望剧组能吸取教训，把精力放在打磨作品上，而不是靠综艺噱头博眼球。毕竟，观众真正想看的是一部有血有肉、能打动人心的好剧。
诚意赴山海在延档，9部热剧集结等你追。最近诚意的赴山海又延期了，真的又延期了，我人都看傻了，这剧到底啥时候能上线？腾讯视频是打算憋个大招，还是直接放鸽子？说实话，观众的耐心都快没没了。关键是赴山海这名字一听就很天选热剧啊，听着像是那种又炸又感人的史诗大作，结果呢？上线时间一推再推，直接拖成了山海封神榜。这次还说要力战暑期档，好吗？暑期档那可是战场，竞争对手一抓一大把，鹅厂这是想干嘛？诚意的剧粉都快从热情似火熬成了佛系等候。前几天我刷微博，看到有网友吐槽赴山海什么时候播，看剧都像谈异地恋了，遥遥无期，笑死！是不是有点离谱？不过说到诚意，他真的是那种剧红人不红的典型代表，演技在线，剧粉也多，但就是热度总差点意思。之前沉香如屑小火了一把，我还以为他能稳住，结果这回赴山海一拖再拖，粉丝都要跑光了吧？这种操作能不能尝点心？再说了，腾讯视频这波也够迷惑的。5月追剧片单一出炉，别的剧倒是安排的明明白白，什么亲爱的仇敌定档了，陷入我们的热恋也准备开播，唯独赴山海又跳票，就离谱！你们是对诚意有意见，还是想逼粉丝内耗？不过鹅厂的5月片单吧，也确实挺猛的。我随便扫了一眼，什么金庸武侠世界、华山论剑这种神仙阵容，还有余生有涯、刑侦112这种妥妥的硬核剧。就这竞争环境，赴山海估计心态都崩了吧？说实话，这波操作真的让我有点无语。你说诚意招谁惹谁了？他估计自己都没想到，拍完这剧后还能跟播出时间斗智斗勇这么久。网友戏称他是被剧组耽误的劳模，笑不活了。不过，你们知道更离谱的是什么吗？居然还有粉丝在为延期找理由，说什么好剧不怕晚，还说暑期档更有利于收视。行吧，咱就是说，暑期档热剧扎堆，分分钟被埋了的风险，这些粉丝难道看不到？而且说到暑期档，我就不得不吐槽一句，前几年的暑期档可是神仙打架、陈情令、琅琊榜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剧都是暑期档爆的。现在赴山海去凑热闹，鹅厂是有多自信，或者说诚意有多抗打？不夸张地说，赴山海再拖下去，真的会塌房。粉丝的热情是有上限的，大家追剧是图个乐子，不是来陪你山海远征的。到时候剧一播，热度低迷，诚意的口碑怕是要跟着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鹅厂的剧迷们还挺乐观的。微博上看到有粉丝发，反正诚意的剧我都追，哪怕明年播也认了。这心态我服了，粉丝滤镜是真厚啊。但也有路人直接开喷再拖几年，估计就是古装考古剧了。讲真，我对赴山海还是挺期待的，毕竟诚意的古装扮相挺能打，演技也算靠谱。可问题是，期待值再高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。鹅厂要是再不定档，怕是要凉透了。就这事儿，我觉得诚意自己估计也挺无奈的。毕竟演员的工作就是演戏，播出和宣传都是平台和剧组的事，他能怎么办？难不成直播间哭诉让大家给他争口气？不过，鹅厂这波操作也不是头一回了。之前某些大热剧也是拖，结果一播出，观众的期待值早被耗光，直接扑街。真不希望赴山海也走这路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诚意粉丝真的挺不容易的，一边要安抚自己，一边还得对那些说风凉话的路人